被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他伸手一摸，直接吓懵了，对着镜子一看，后背上竟然长了个猪尾巴，足足有10公分那么长。他抓起剪刀，狠下心准备一刀两断，犹豫了好久，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尾巴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。很快这件事就在学校传开了，同学们都喊他怪胎，走在路上都会被故意推开，他也不敢吱声，只好暗暗诅咒。紧接着其中一个女生竟然毫无征兆地摔倒了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赶紧走开了。然而同学对他的霸凌并没有结束，篮球课上甚至用篮球不停地砸他，他苦苦哀求，同学们却并没有停手，还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。这次他真的怒了，心里暗暗诅咒，同学竟然毫无征兆地开始流鼻血。冥冥之中他感觉这一切应该都和这个尾巴有关系，即使这样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怪异的东西。看着尾巴越长越大，他决心要赶快除掉它。来到药店随便买了一些药，准备把它当成痔疮来治。没曾想收银员竟然是自己的男神，怕男神误会他丢下药就跑了，不料男神却追了出来，还邀请他参加明晚的湖边派对。女孩受宠若惊的接受了。聚会上又遇到了霸凌她的女生，还在一旁不停地挖苦她，她实在忍不了了，心里又开始暗暗诅咒。不出意外，一位女生就痛苦地呕吐起来。这下终于没人打扰自己和男神约会了，这一幕把他们都看呆了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随后男神邀请她去游泳，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尾巴，穿泳衣这不就暴露了吗？趁男神不在，偷偷溜回了家。到家后，男神发来了短信，问他为什么偷偷走了。他告诉男神自己不是正常人，没想到男神更兴奋了，说自己就喜欢另类的，还提议今晚想再和他见一面。他瞬间动了心，接着去找男神。男神拉他来到了小树林，没成想过程中男神意外摸到了小尾巴，很快就七窍流血死了。他惊慌失措，这时男神的手机来电，正是霸凌他的女生打来的，而来电昵称写的是女朋友。这时他突然明白了什么，接着就苦笑起来，而一旁的尾巴正俏皮地抖动着。你知道男神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吗？这尊佛像每天流出红色的汗，额头上不停渗出红色的不明液体，仔细一看，大妈却差点吓死，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后背都不断往外渗，这血呢摸起来黏糊糊的，闻起来却什么味道都没有。佛像是别人送她的，刚开始呢就额头上有一点点液体，大妈也没有多想，顺手就给她洗掉了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接下来这事不仅没完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佛像全身上下都开始渗出红色液体。大妈这下慌了神，因为听说佛像流血泪必有大灾，大家决定再次给它清洗干净。一盆清水瞬间就染成了红色，放在太阳下用摄像机对着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红色液体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渗了出来。这佛像里面看来有东西啊，用榔头一敲，里面发出的声音更让大家确信雕像里面绝对装满了东西。接着呢，大家找到了木雕师傅，师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，也懵逼了，说从来没见过会流汗的雕像，感觉呢这更像是一种诅咒。这下大妈更慌了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大家找到专家对佛像进行取样检测，结果显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孔洞，渗出的粘稠液体呢其实是树脂。但现在还有个问题，一般情况下树脂的气味都很浓，但这个佛像为啥没有任何味道呢？专家进一步检测，说了一大堆专业术语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这个树脂中含有易挥发的元素，把原本的树脂气味带走了而已。也就是说，这佛像是用一整块松树树脂做成的，而且呢里面也没有干透，所以才会一直渗出红色的树脂。听到这里，大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怪物把自己的鼻涕抹在女孩伤口上，伤口竟然瞬间愈合了，同时还飘散出一股恶臭。女孩这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然而怪物并不知道，这个想法将会把她带入万丈深渊。最后的反转让人始料不及，女孩意外流落荒岛，为了生存，她在岛上转了一圈，什么生存物资都没找到，天也渐渐黑了下来，她都要绝望了。这时身后飘来一股恶臭，还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她循着气味找去，竟发现了一堆干柴和打火机，随即生着了火，点燃了黑夜中的一丝希望。然而远处一双诡异的血红大眼正盯着她。第二天女孩醒来就发现身边出现了很多食物，随之一股恶臭再次袭来。女孩抬头一看，赫然出现一个怪物，吓得她撒腿就跑。怪物紧追不舍，眼看着就要追上了，女孩脚下一滑摔倒了，膝盖都磕破了。怪物见状不仅没伤害她，反而还摸了一手鼻涕涂在了伤口上。女孩吓得惊慌失措，没想到的是伤口竟然奇迹愈合了。随后怪物还帮女孩摘野果吃，看起来这怪物也不坏呀。他们就这样愉快地相处起来。不过怪兽的体味是真臭，女孩竟想要帮怪兽洗澡，但怪兽碰到海水却很恐惧，洗澡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第7天，远处传来汽笛声，女孩总算得救了。她坐在船上却有些失落，回家后她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洗完就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，香气的来源就是那件沾了怪物鼻涕的脏衣服，这味道奇香无比，之前从来没闻到过。她忍不住抱着闻了又闻。为了弄清楚怎么回事，他找到专家对衣服进行化验分析，结果在衣服上检测出了未知的香气成分，这是个伟大的发现。专家显得异常兴奋，问他怎么弄的，他却绝口不提，心中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迫不及待地再次返回小岛，鼻涕怪见到他开心的像个孩子，他提出了自己的请求，
想装上满满一箱鼻涕。鼻涕怪二话没说，接着分泌了大量凝液，女孩直接上手抓，一点点往箱子里撸。女孩凭借这些鼻涕做出了风靡世界的香水，香水令所有女人魂不守舍，很快就销售一空，女孩赚得盆满钵满。为了不让外人发现这个秘密，女孩不惜花重金买下了这座偏僻的无人小岛，本以为能一直顺风顺水，不料军方也意外拍到了鼻涕怪，政府怀疑它散发的恶臭是有毒气体，于是决定派出军队消灭鼻涕怪。就在坦克瞄准鼻涕怪的这一刻，女孩冲了出来苦苦哀求，但根本无济于事，最终鼻涕怪还是被消灭了。女孩痛苦不已，不仅是好朋友死了，自己的香水生意也泡汤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怪物死后，市面上又源源不断的出现了这款香水。镜头一转，女孩正在往玻璃杯中刮着什么东西，转过脸才发现，她把怪物的鼻子移植到了自己身上。家里为了6000块钱就把她卖了，她逃了3次，都被家里送了回来。她发誓一定要逃出去。如今身高1.5米的她却开着9米长的卡车，每月要跑3万公里，几年下来相当于绕了地球60圈。然而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，找了3个车队都不要她，还说你一个小女孩能开啥大卡车，年龄那么小，技术肯定不行，甚至怀疑她驾驶证是买的。直到遇到现在的公司，才算是找到了工作。她叫张琳，大家都喜欢喊她琳宝，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发车，一开就是8个小时，困的时候吃辣椒，甚至会狠狠地扇自己。中途洗衣服只能在服务区解决，甚至连洗澡也只能在这里，洗完的衣服直接挂在机盖上，睡觉在车里，这样还能减少一部分经济压力。琳宝现在的丈夫也是名卡车司机，夫妻俩跑不同的线路，1个礼拜才能见一次。丈夫回来后会给她鸣笛2声，闪一下大灯，这是他们独有的浪漫。俩人抱在一起，享受片刻的幸福。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2个月后就闪婚了，连婚车都是一水的卡车。婚后丈夫不同意她继续一个人跑车，怕她一个女人不安全，他认为这是对女性的偏见。他觉得2人一起努力才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最终丈夫妥协了，经过几年的努力打拼，夫妻俩按揭买上了自己的小汽车。这天琳宝开心的像个孩子，我也能开上4个圈圈的车车。晚上琳宝过生日，丈夫又为她准备了惊喜。这是琳宝第一次过生日，许愿要更加努力，早点买个房子，但钱还差很多，只能一步步的来。她曾经有段不幸的婚姻，当年家里为了6000块钱就把她嫁了出去。出嫁后的她什么农活都要干，早上5点就起床，吃的是白开水泡饭。不仅如此，前夫喝酒后还对她家暴，她逃回娘家，家里却把她送了回去。逃了3次，送回去3次，她这才明白啥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真的很现实。最厉害的一次，躺了半个月都不能下床，她发誓一定要逃出去。有次拿了500块钱逃上火车，结果刚上车就被偷了，最后只能来到一家面馆打工。琳宝还讲起了自己小时候，说她家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，吃东西都是哥哥先吃，吃剩下的她才能吃。家里没钱供孩子读书，也只能是她辍学打工供哥哥读书。趁着现在自己生活好了一点，她决定带着丈夫坐飞机回老家。老子终于回来了。回家并不是为了显摆，虽然家里对她并不好，但她并没有记恨在心，给父母带了很多礼物，还带父母去镇上买衣服。她已经和曾经苦难的自己和解。琳宝现在还想去做一件事，然而她不知道，就是这件事让夫妻俩走到了尽头。她独自来到镇上小学，她看了看花名册，然后来到一个班级，透过窗户往里看，刚看2眼泪水开始打转。她这是看到了自己和前夫的孩子，她一把抱住儿子，哭红了眼眶。孩子看到她却显得很陌生，他已经不认得眼前这个妈妈了。她一遍遍叫着孩子的名字，孩子却无动于衷。上课后，琳宝站在门口跟他打气，刚刚还一言不发的儿子却哭了，这让年轻的妈妈瞬间崩溃。她躲在角落泣不成声，觉得自己亏欠孩子太多太多。琳宝左思右想，决定带着现在的丈夫再去看看孩子，但直接被丈夫拒绝，还不准她去。但骨肉至亲怎么可能说断就断？她长叹一口气，想了很久很久。第二天，她偷偷出来买了电话手表，带着一堆零食来到前夫家。琳宝想从物质上弥补孩子，在家里儿子放松了很多，一边吃零食一边和妈妈滔滔不绝。儿子好像慢慢接受了这个妈妈。琳宝小心试探：“你喊我喊啥子？啊，妈。”琳宝倍感欣慰，就这样陪孩子玩了一下午，说以后会经常来看她，还要供她上大学。最终这事被丈夫知道了，丈夫大发雷霆。琳宝也很生气，因为丈夫结婚前说不介意自己有小孩，但现在的态度实在让她寒心。2人就这样吵了起来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没过多久，2人就离婚了。我儿子我一定是要跟他最好的，我陪不到他童年，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。我想通过我自己让我喜欢的人过上很开心的生活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也能湿润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，低着头
骑在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。约会中的男人突然从后面掏出了自己的粑粑，还非常自然地拿在手里把玩。见女友不忍直视，他竟然将粑粑放在了桌子上，一根不过瘾。他接着又熟练地拉开拉链，只听啵的一声，又从后面掏出了还热乎的粑粑。在未来，日本发明了一项技术，通过身体改造就可以把排泄物变成一个个小飞棍。这里的人每天都穿着后面有拉链的裤子，就是可以方便他们随时随便的掏粑粑。他今天约会的目的就是想让女友也去改造一下，但女友明显很排斥这项技术。晚上他邀请女友来家共进晚餐，几杯红酒下肚，情到深处他一边说着情话，一边掏出粑粑向女友求婚。哼，我就不信这样还拿不下你。女友原本很感动，可看着还热乎的小飞棍，她再也忍不了了，质问他这么重要的时刻为什么要拿着自己的粑粑求婚，还说自己的父母非常排斥做过改造的人，并不同意这门婚事。他没有解释，直接将小飞棍怼到了女友嘴边，就是想让女友改变观念。小飞棍是环保的，不仅不臭，反而还带着花香。女友突然一阵反胃，跑去了厕所，打开厕所门才发现他家里已经没有马桶了。女友问他如何小便，他表示自己改造的比较彻底，小便也包含在了小飞棍里。没办法了，女友只好跑去外面找公共厕所，却发现就连公共厕所都要拆除了。他有点动摇，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改造一下了？工作中看到同事一个个都已经改造，非常自然地掏出粑粑仔细把玩。日本政府也呼吁全体国民都应该尽快改造，保持应改尽改的原则，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好。这下他终于决定去改造，预约了东京最好的医院，选择好改造方案，手术就开始了。几分钟后手术完成，他突然感觉屁股下面有异样，医生让他做好准备，小飞棍来了。他伸手一掏，只听啵的一声，果然掏出了自己的小飞棍。医生一脸笑意地祝贺他，还说这是个好粑粑。不久后他们终于喜结连理。婚礼当晚，她跟丈夫道歉，认为之前的自己太蠢了，不知道改造后这么的干净又卫生。丈夫听了十分开心，随即拉上了窗帘，结果他却突然愣住了，这才发现老婆改造的太彻底，和自己的型号根本不匹配，看样子自己只能再去做个升级了。他每次坐地铁都要先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每天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厚厚的鞋油像抹了一层沥青，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。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紧张地环顾四周，焦急地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等来一个女人，女人带他来到救济站吃饭。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女人是他姐姐，他们这样已经10年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。记者决定上前询问姐姐情况，没想到姐姐看到镜头越来越激动，冲着节目组大喊大叫。随后两人快速离开，又跑到了地铁站，随便找了个躺椅准备睡觉。此时气温只有4度，记者担心他们冻出病，提出要帮他们订房间，却被拒绝了。记者不忍心看他挨冻，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了他。白天还没等节目组找他们就急匆匆找到了节目组，把外套还了回来。第一次对记者说了谢谢，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。大家把姐弟俩带到了派出所，经过一番调查，总算搞清了他们的身份，家里父母健在，还有一个哥哥。大家随即决定带姐弟俩回家。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情绪失控，说什么都不要回家，哭着求大家放他走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让他们离开。随后记者单独找到了他家，才看清这家的情况。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痴呆。父亲说这两姐弟从小就不正常，经常无缘无故的一起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，就连父亲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要离家出走。大家在地铁站找了好几天，总算又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为了拉近彼此距离，记者决定跟他们同吃同住。每次在救济站，弟弟还会主动帮记者打饭，慢慢对记者敞开了心扉。记者顺势提议给他们找个住的地方，姐弟俩也接受了。弟弟的皮肤状况非常严重，甚至已经引起了溃疡。记者建议他先把鞋油洗掉，他犹豫了好久，看起来有所顾忌。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终于决定洗掉。随着一点点揉搓，大块的鞋油开始脱落，还差点把下水道堵住。从卫生间出来，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恢复了皮肤应有的光泽。隔天大家带姐弟俩去做了心理咨询，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涂鞋油。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开始无缘无故的殴打。有人建议他往脸上涂鞋油，这样就可以唬住别人。他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为了保护自己不再被打，就把鞋油涂到了脸上。接着姐姐也说出了不愿回家的真正原因，都是因为家里的那个大哥。大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拳打脚踢，因为害怕所以才跑。姐弟俩彼此依赖，弟弟担心姐姐独自一人在外不安全，所以会跟着姐姐一起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。一见面，父亲就把姐弟俩搂入怀中，心疼地抚摸着。大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表示以后不会再打他们了。
姐弟俩也向记者保证不会再离家出走。但就在这期节目播出2年后，有观众反馈说，他们好像又离家出走了，在地铁站又见到了脸黑黑的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节目组决定回访，现在2023年，姐弟俩到底过得怎么样了？根据之前的地址来到他家，发现姐弟俩都胖了很多，脸上也干干净净的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希望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希望。他后背上多出了半只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，但他家就一个孩子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继续翻看手机相册，直接吓出一身冷汗。诡异的照片还不止这一张，这张照片上也出现了神秘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，奇怪的是，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诡异的现象总是和孩子一同出现在照片里，他们甚至怀疑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而且自从拍下这些照片后，手机就莫名变得很卡。夫妻俩是真的怕了，赶紧找到了专家。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说拍到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。听到这里，夫妻俩更慌了。只见专家对照片调了下颜色，就看到影子周围有一圈明显的线条。专家大胆猜测，可能是之前车窗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，给车窗贴上钢铁侠贴纸，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随后揭下贴纸，肉眼根本看不到任何印记。接着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，影子的谜底揭开了。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呢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的衣角。他推测，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。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接着完美还原了当时的场景。至于手机变卡，就单纯的因为手机内存满了而已。该换手机了。他每天都要吃牙签，边吃还边笑，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子香。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，一根根往嘴里塞。床头也放满了牙签和一次性筷子，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吃。逛街的时候，他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最急的人是她老公，怕她吃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。医生在给木头做 CT 检查，因为这块木头竟然会叫。木头是在他家床上拆下来的，每到深夜，床头就会传来诡异的声音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，有点像时钟的滴答。把床移开后，啥都没有，但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。这床整整响了2年，搞得夫妻俩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找来了木工师傅，师傅表示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声音，真的是奇怪。记者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接着又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了一大堆数据，总之结论就是，这声音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发出来的。难道床头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说再多也没用，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，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 啊，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点点奇怪的地方，这里面确实有东西啊。经过反复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锯开木头后，果然一头肥虫出现，诡异声音就是虫子吃木头发出来的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俩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他脑袋里长了蜘蛛，每天都要用吸尘器吸出来，这些就是从鼻子里吸出来的，吸出来的时候都是活的。他觉得脑袋里一定有个蜘蛛窝，甚至还在不停的产卵。这些蜘蛛天天都在他的脑袋里面爬，把他痛苦了好几年。为了缓解疼痛，他不停地敲打脑袋，还要去碾碎正在脑袋里到处爬的蜘蛛。办法想了好多，医院都去看过了，但依然不能解决问题。长期的痛苦导致他从150斤降到了现在的100斤。他认为彻底把蜘蛛消灭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火化了，和蜘蛛同归于尽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找来了专家。专家仔细观察吸出来的蜘蛛，发现这些蜘蛛竟是不同品种的。专家还说蜘蛛根本不可能在我们体内生存，但大叔却不能接受这个观点，因为自己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蜘蛛带来的疼痛。他觉得专家根本不能理解自己，实在没办法了。大家又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还是找不到蜘蛛的任何踪迹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问题，真的是奇怪。结果没想到在他走了之后，医生却无意在片子里看到几个奇怪的白点，还真有点像一个什么东西做的窝。他回去之后症状依然没有减轻，蜘蛛反而变本加厉的折磨他，他只能猛地往身体里面灌药，在鼻子里面也涂药水。他整夜无法入睡，甚至在吸入烟雾后捂住鼻子，想把蜘蛛熏死。虽然这样自己也不好受，但是总归能让蜘蛛消停一点。不久后，医生把他请了回去，想看看他的脑袋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经过仪器查看，发现原来那白色的东西是他年轻的时候做颈椎手术留下的固定器，并不是什么蜘蛛窝。那蜘蛛到底是哪来的？大家研究了半天，发现蜘蛛是从他吸尘器的缝隙里面钻进去的，也就是说这些蜘蛛本来就在吸尘器里。一切都是误会，解决了这块心病。2个月后，当大家再次见到他，精神面貌已经远超过去，
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他每天坐完公交，口袋都会多出一张纸条，上面的数字还越来越小。起初他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，也没在意，随手就丢了。结果第二天刚下公交，习惯性的双手插兜，又摸到了纸条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28。这人也太无聊了吧！他决心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第二天上班前还特意摸了摸口袋，确定啥都没有才出门。公交车上他左顾右盼，观察了一路，也没看到任何可疑人员。可他刚一下车，就发现这奇怪的纸条又出现了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27。这下他彻底懵了，到底是谁做的？但不管怎样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数字就会变成26。他并不清楚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安。就这样在担惊受怕中10多天过去了，数字已经来到了13。这些天他感觉自己都快崩溃了，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。闺蜜觉得肯定是公交车上的人干的，让她提前写个纸条放口袋里再去坐车，告诉对方别再骚扰自己了。公交车上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，可依旧一无所获。到站后他赶紧摸了摸口袋，纸条再次出现，数字变成了12，自己写的纸条却离奇消失了。事情越发诡异，一想到这里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这天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写下了变态去死的纸条装进了口袋。即使这样，数字却还在倒计时。第二天又变成了11。下班后他发现自家邮箱里也出现了纸条，打开一看，数字直接被写到了2。这死变态居然还知道自己的地址，他吓得赶紧跑回了家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下一次就数到1了。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就在这时，他回头一看，家里地板上赫然出现了一张数字1，上面还插着一把刀。她赶紧打电话求救，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第二天闺蜜来陪她散心，她已经被这恐怖的预告吓破了胆，不敢回家住了。为了安全，闺蜜邀请她来自己家住，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回家收拾行李。来到楼下，她警觉地看了一下自家邮箱，闺蜜秒懂，主动上前查看，结果一开门，一支冷箭嗖的一声射了出来，正中眉心，闺蜜当场就倒下了，她直接吓得瘫软在地。经过一番抢救，闺蜜还是死了，她惊魂未定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但走着走着，她脸上却渐渐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故事到这就结束了，那他为啥会笑呢？我个人觉得这一切可能都是他故意设计好的，你觉得呢？只需要把这罐红色液体倒进40度的温水浴缸里，盖上盖子等待30分钟，就会凭空生成一个听话不粘人的女朋友。他半信半疑地做完了所有步骤。30分钟过去了，浴室里果然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，还让他帮忙拿浴巾。他手忙脚乱地把浴巾递了上去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怪不得隔壁大叔家里夜夜笙歌，不仅有本地美女，还有外国混血的，足足有几十个。原来就这样的罐子，大叔有整整2麻袋，听声音感觉应该是个美女，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想想还有点小期待呢。等他回头一看，果然惊为天人，看着自己亲手变出来的妹子，藤原已经完全忘记自己已经有女朋友这件事了。两人就像刚奔现的小情侣一样，尬聊了几句才知道，妹子的系统设定是个理发师。不过这些他完全不在意，只想直接进入主题，却被妹子一把给推开了。妹子表示自己不是随便的人，说着就夺门而去。他赶紧追上去给妹子道歉，一番嘘寒问暖下，终于把妹子哄回了家。第二天早上，妹子就贴心的为他做好了早餐，一口下去差点吐出来。为了不让妹子伤心，只好硬着头皮说非常好吃。吃完早餐，妹子就说要去上班。他感觉很奇怪，不是应该一直陪着我吗？一定是自己还没搞懂。赶紧看了看美女罐附带的使用说明，原来每个妹子都有自己的独特设定，自己的这个妹子就非常喜欢大海，正看得入迷，妹子突然回来了。他赶紧关掉电视，顺势邀请妹子去海边玩。这个果然很讨女孩欢心，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真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。女孩相中了一个项链，他随口说了一句喜欢那就买呗，可一看价格就尴尬了，自己根本就买不起啊。晚上等女孩睡着后，他又继续看起了女孩的使用说明，影片最后赫然写着妹子的保质期到4月15号为止，而且在女孩后背也真的看到了条形码和保质期，看来保质期的设定是真的，也就是说还有几天女孩就要过期了。他不明白过期后会发生什么，但隐约感觉那将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期限。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妹子最喜欢的项链送给她。时间来到12号，妹子在家里却无意翻到了自己的使用说明，等藤原回家就发现女孩早就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有那张光盘。他感觉不妙，正要出门寻找，却碰上了出差回家的正牌女友。他赶紧把光盘藏了起来，神色慌张地和女友闲聊了几句。看着心不在焉的藤原，女友并没有太在意，因为她早就知道藤原的保质期。正是今天，藤原随便编了个谎话就出门了。他现在要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在雨中找遍了大街小巷，终于在海边找到了妹子，把自己偷偷买来的项链送给了她。他家卧室的墙竟然会不停地流血，即使擦干后还是会不停地往外渗，这血越渗越多，吓得他到处找人帮忙。他们贴了张卫生纸上去，用摄像机对着，亲眼看着这血浸透了纸张。这墙里面看来有东西啊！他本来是个租客，住这里也没几个月，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。开始还以为是脚上破了皮蹭上去的，他也没在意，继续上班。下班就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才明白过来不对劲，赶紧找来了房东。房东是个老阿姨，过来左看右看，说房子没问题，
这墙里面怎么可能埋了东西吗？说完直接就走了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最近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在记者的帮助下找到了装修师傅。师傅看了照片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。紧接着他们一起来到了现场，师傅看了半天，然后把手伸到了墙壁底下去抠，一抠就是满手的血，湿哒哒的，越看越不对。师傅决定把墙纸拆开来看看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比想象的还要可怕。随着保温板的拆除，整个墙面都浸透着红色液体，看得人心慌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了半天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20年前的老装修，里面墙纸的胶水老化，又因为潮湿发霉，所以慢慢变成了红色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男孩用绳子硬生生把乳牙勒了下来，乳牙顺着水管溜进了下水道。这时下水道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，还说男孩的牙齿就在他这里。男孩祈求女人把牙齿还给他，女人表示要用一个特别的牙齿和他换，再给他很多钱。说完，下水道就涌出了一股黑色液体，很快一颗腐烂的牙齿浮了上来。他也没多想，就把这颗烂牙当成自己的乳牙藏在了枕头下面。早上掀开枕头一看，赫然出现了一滩金币。原来那女人说的都是真的。这时孤儿院院长让他们赶紧起床收拾，因为有人来领养孩子了。他露着豁牙乖巧的微笑。不过最终这对夫妻选了别的孩子，男孩很失落，转身就拿着金币去了小卖部。他买了一把梳子，想要好好打扮自己，期待下一次能被领养。刚回到宿舍就被小伙伴围了起来，质问他钱是从哪来的。他立马怂了，说从下水道里获得的。小伙伴认为他在撒谎，就在准备对他展开霸凌时，下水道里的女人再次说话了，告诉他们只要往下水道扔一颗自己的乳牙，就可以得到很多钱。他们半信半疑地丢下了一颗牙齿，紧接着一只烂牙再次涌了上来。这女人真的没有食言。隔天他们都得到了金币，很快这件事就在孤儿院传开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事情开始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。孩子们用各种方式把牙弄下来换成了金币，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再后来他们越来越疯狂，甚至有人直接用锤子硬生生把牙齿敲了下来。随着一颗颗乳牙被丢进下水道，这才发现下水道的女人其实是只怪物。她伸出诡异的手，把牙齿一个个按在了自己嘴里。很快孤儿院又来了一对夫妻，孩子们排成一排供他们挑选。不过孩子们都紧闭着嘴巴努力微笑。这对夫妻选了很久，终于选中了他。结果他一张嘴就把这对夫妻吓傻了，他嘴里一颗牙齿都没有了。众人议论纷纷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。可镜头一转，下水道的怪物已经镶嵌上了整齐的牙齿，紧接着就从下水道爬了上来。怪物趁着月黑风高来到宿舍，一个个把孩子们吃掉了。最后来到他面前，怪物却停了下来。他对着怪物怒吼，这怪物不但没吃他，反而还取下一颗牙齿还给了他。他小心翼翼接过牙齿按在了自己嘴里，接着露出了略带诡异的微笑。随后怪物便离开了。故事到这就结束了，但可以预见的是，这小男孩恐怕会变成第二个收集牙齿的怪物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爱惜牙齿，记得好好刷牙。老头捡到一个弃婴，发现他竟然是喝汽油长大的，下半身还是个摩托车。大爷有点懵，出于好心还是把男孩带回了家。在大爷的细心照顾下，男孩慢慢好了起来。大爷开始扶着他蹒跚学步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很快他就学会了自己骑自己，还可以带着大爷一起兜风，原地漂移更是玩得炉火纯青。这一幕却遭到几个小伙的嘲笑，男孩一生气直接把泥巴甩在了他们身上，眼看就要大打出手。还好大爷及时出现赶走了他们。很快春天来了，动物也到了求偶的季节。看着成双成对的天鹅，他羡慕不已，就连蟑螂都当着他的面撒狗粮。情窦初开的他再也忍不了了，晚上他开始偷偷翻看爱情小说，看到大爷进来就赶紧藏到了身后。大爷给他带来了量身定做的衣服，处在叛逆期的他看了一眼直接丢了，认为大爷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接着就开始撒泼打滚，打翻了家里的一切，还对大爷说了狠话。大爷伤心的夺门而去，他现在一心只想寻找爱情。就在这时，他膀胱一扫，就看到了一张美人鱼的照片，这造型简直和自己太般配了。接着把照片撕下来小心收藏，他瞬间振作起来，开始打扫被自己弄乱的房间，收拾好行囊准备离开这里去寻找幸福。大爷试图劝阻，说你没有头盔现在还不能上路。他淡定地表示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摩托车了，现在0-100加速只需2秒。说完头也不回地骑着自己离开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走前方将困难重重。男孩就这样骑着自己一路向西，四处打听美人鱼的下落，路人都认为他疯了，直到遇见一对老夫妇，给他指了指大海的方向，他瞬间有了目标，朝着大海一路狂奔，来到码头继续打听。码头工人看到美人鱼照片，接着对他一番嘲讽，觉得这人真的很机车还把照片团起来丢了。这下彻底把他激怒了，一拳就放倒了一个，但架不住人多势众，最终他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不忘捡起美人鱼的照片。就在这时，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只摩托艇姑娘，他心花怒放，这造型和自己简直是天生一对，而且口味出奇的一致，都喝92号汽油。从此他和摩托艇相爱了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秃头男人在暗网买了瓶生发液，客服说非常好用，零差评。
用完后她整个人都崩溃了，连眼睛里都开始长头发，最后才知道为啥是零差评。使用说明一共3个步骤：先把头发剃光，再涂满生发液，最后戴上硅胶帽，等待片刻就能得到一头秀发。其实他也没期待有什么效果，毕竟买都买了，那就试试呗。看着每根都有自己名字的头发，他恋恋不舍地剪掉了，再用剃须刀刮几下就成了秃瓢，伤口还在流血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第2步操作，挤出了一坨粘稠的黑色液体，对着镜子刚准备抹去，瞬间犹豫了。他突然发现剃掉头发后反而变得有点帅了，要多帅有多帅，皮肤也很白，真是个帅帅的大男孩。但看着生发液上茂密的头发还是挺羡慕的，那就试试吧，果断把液体抹了上去。他没注意到这生发液好像有生命一样，自己慢慢扩散，死死吸附在了头皮上，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刺痛。他以为是正常反应，就这样忍着疼痛，把一整瓶生发液涂满了每个角落，好像给头皮铺了一层沥青。过程中他竟然还有点上瘾的感觉，见瓶子还没空，他使劲往外挤，可最后一点残留的生发液怎么都挤不出来，瓶子里还传出来诡异的声音。他看得入迷，液体突然毫无征兆地喷出，把他吓得差点跌倒，生发液还喷到了眼睛里，他赶紧冲洗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液体已经钻进眼睛，瞬间红肿起来。不管那么多了，他逐渐失去理智，忍着疼痛进行最后一步，戴上头套等待奇迹的发生。就这样静静等了几个小时，头皮开始传来阵阵瘙痒，突然一阵剧烈的刺痛袭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迫不及待的要钻出来，这把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用力撕开头套，接着把生发液都洗掉了。他这才发现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，每个小疙瘩还在蠕动，似乎正在含苞待放。他好奇的用力一挤，扑哧一声，疙瘩瞬间破裂，浓白的酱汁喷得到处都是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几根粗壮的毛毛冒了出来，而且越来越多，画面说不出来的诡异。看到这一幕，他反而笑了起来，心里瞬间乐开了花，准备继续拔苗助长，一个个把痘痘挤破。后来索性直接挠了起来，没一会脑袋变得血肉模糊，瞬间整个头皮开始齐刷刷的冒头发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就拥有了一头秀发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他忍不住自拍，突然眼睛一阵钻心的刺痛，他对着镜子一看，直接吓懵了，眼球里似乎也有东西想要钻出来。再仔细一看，一根毛毛刺破眼球冒了出来，眼球竟然也开始长头发，一定是见到眼睛里的生发液开始起作用。他现在只想把这头发揪出来，尝试了好久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这时他看到了水池旁的剃须刀，瞬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拿起剃须刀慢慢靠近，忍着恐惧掰开眼皮，一刀下去，还真把头发刮掉了。可还没高兴一会，眼睛再次刺痛起来，整个眼球内都在冒头发，他疼得脚下一滑，直接撞昏了过去。吹风机也不小心被打开，在吹风机的持续加热下，眼睛里的头发肉眼可见的变长，连塑料浴帘也被点着了。幸运的是他终于醒了过来，这时他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浓密的毛发，吓得赶紧从浴室逃到客厅，打电话质问客服生发液到底怎么回事。电话还没接通，火就冲了过来，家里瞬间变成火海，最终他被大火吞噬。看着手中的生发液，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这款产品没有一个差评，因为用过的人都死掉了。中国奶奶在美国算了一卦，神婆说今天是她这辈子运气最好的一天。她听完直接把存款都取了出来，正好碰上银行做活动，她恰好是第88号客户，银行直接送给她8袋大米。看来今天运气果然不一样。接着她特意擦了香香来到赌场，第一次来赌场就把全部身家压在了8号。想到这小球转了几圈，还真稳稳落在了8号，50块瞬间变成了1000块。奶奶乘胜追击，直接100块压8号，结果小球还是很听话的落在了8号，筹码再次翻倍。看来今天真的是自己的幸运日啊！奶奶信心爆棚，直接将全部筹码梭哈，全压在了8号。这个玩法让旁边的老外看得心脏直突突，劝他冷静一点。奶奶直接不理。转盘再次转了起来，不出意外，小球还是落在了8号，3000立马变6万，奶奶瞬间征服全场。这下周围的老外算是彻底服了，奶奶则一脸傲娇的开始玩其他项目。其实她不懂什么游戏规则，不管玩啥张嘴就是。可奇怪的是，大妈压啥中啥，很快就赢得盆满钵满。然而奶奶并不满足，最后想玩个大的，把全部筹码都梭哈了。结果运气好像用完了，这局输得干干净净，连本金都输了进去，一下啥都没有了，这感觉跟过山车一样。奶奶不服气，又去找神婆，把今天的事都告诉了神婆。神婆算了半天，告诉奶奶一个开运方法，那就是用菊花和金鱼一起泡澡。回家后，奶奶照做，在浴缸撒了点菊花。隔天在公交车上，一老头睡着后一直往他身上靠，刚推回去又靠了上来。奶奶不耐烦了，这老头睡得这么死吗？她伸手往老头鼻子上一探，还真死了。大妈瞬间慌了，刚想下车，这时司机一个急转弯，老头的包突然掉在了他身上。出于好奇拉开一看，满满1袋子美元。再一看这老头纹龙画凤的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左右看了一圈也没人发现，直接就把钱背家去了。第二天大妈就出门报复性消费去了，嘿嘿。